Hello， 大家好。首先啊，我要感谢所有爱护我频道的观众啊，我的频道终于突破了1000订阅，这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让我非常高兴。从一开始，大概4、5年前开始制作影片的时候，最初也是秉着一份热忱和兴趣在做这个频道。从找题材一直到选定方向啊，也缴了不少智商税啊。但是很高兴的就是有各位啊不离不弃的一直关注以及持续收看我的频道，非常感激。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好，那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相信大部分养鱼的人都有在自己鱼缸里面加过盐哦。那加盐到底有什么作用？是要如何加？分量是多少？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那许多新手呢，一看到鱼生病呢，第一个反应就是加点盐。那我们很多养鱼的高手啊、老前辈也都说啊，在水里面加点盐呢，会对这个疾病有帮助。但是盐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是不是所有盐都有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为什么加盐对鱼有帮助？第二个，加盐的科学原理是什么？那最后就是，到底使用哪一种盐呢才对？加盐为什么对于鱼有帮助呢？第一个就是减轻渗透压的压力。这怎么说呢？鱼体内的盐分呢，比缸内的淡水高，所以在淡水中，水会不断的渗入鱼体，那肾脏就必须努力的排出，这就是所谓的渗透压压力。当水中加入少许的盐，0.1%到0.3%的时候呢，就能降低压差，让鱼比较轻松。那这个呢，特别适合新鱼适应期以及鱼只压力大或生病时。那加盐呢，可以抑制寄生虫以及病原体。很多的寄生虫和病原体对盐敏感，像是白点虫啊，它在0.3%的盐加上升温的环境下呢，会被抑制。那部分外寄生虫呢，无法耐受盐度的变化。所以虽然盐不是抗生素，但它能提供辅助治疗，帮助鱼体争取恢复的时间。加盐也可以促进粘液分泌，帮助伤口愈合。如果鱼体的表面呢有一点黏液的话，那是天然的保护罩。适度的加盐呢，会刺激黏液的分泌，使得伤口愈合得更快，同时减少细菌的入侵。所以这可以用于鱼鳍受伤或是运输后的恢复。加盐也可以补充电解质，对于软水地区或是使用 RO 水的鱼友来说，水中的钙、镁、钠含量不足。那加盐呢，可以提供电解质并帮助鱼的神经和肌肉运作。那加盐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啊。第一个是不能长期的高浓度，会让鱼失去自我调试的能力。这就好，人不能一直处在无菌室啊，那也会失去自我的免疫功能。再来是盐对于水草和虾有害啊，所以一般的造景缸啊，或是你是养虾的话，比较不建议使用盐。那用盐的浓度要控制，预防用的话大概是0.1%到0.3%也就是10公升加10克盐。那治疗的话是可以要高一点，是0.3到0.5，但是也是要分次的缓缓加入不适宜一次加入。其实你看如果说是10公升10克盐的话，你一般的3尺缸大概都是差不多240公升，所以240公升的话，就是要240克的盐，是非常多的。这个用量非常大，而且
如果说你真正要把鱼的病或是病毒杀完，那你要用的盐分非常高，有可能盐的分量啊，是鱼和细菌同时死亡的量。那用哪一种盐比较好呢？比较适合的盐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粗盐啊，粗盐是最常见而且便宜又好用，成分单纯啊，就是氯化钠，没有其他添加物哦。另外一种是水族专用盐，那这个是专为鱼设计的，纯度更高，溶解快，适合于治疗期以及需要精准控制的玩家。专用矿物盐，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像是七彩专用盐啊，那这种盐呢，不只含氯化钠，那它还要含那个钙、镁、碳酸盐，所以就适合什么 RO 缸的玩家，还有七彩繁殖缸，它能够调整硬度，还有 pH 值。那不适合的盐有碘盐、调味盐、低钠盐、工业用盐和岩盐，这些都不建议使用。那碘盐就是一般的也是食用盐哦，它含有碘，对于鱼和虾有毒。那调味盐像是低钠盐，那它含有那个抗结块剂、钾盐或是其他添加物，对鱼也有害。工业用盐和岩盐呢，它可能含有重金属和污染物，不适合用在鱼缸哦。所以总结来说，加盐的主要作用是减压、预防、护体以及补充电解质。当然，盐不是万能的，只能作为辅助。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水质的稳定。那选盐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日常用的粗盐，还有精准饲养的水族专用盐，再来就是高规格繁殖或是 RO 水的专用矿物盐。那最后送大家一句老话，就是养鱼先养水，养水先懂盐。所以盐只要正确的使用的话，是帮助我们维护鱼只健康的很好的帮手。那今天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请继续支持我的频道，订阅、分享以及按赞。我也希望你把你宝贵的经验能够放在留言区，让所有的鱼友呢能够共享，让养鱼的朋友呢得到更多的有用的知识。拜拜。